他是火影里速度最快的男人，没有夸张的忍术，一个丸子，一把苦无，造就了他辉煌的一生。波峰水门4个字，在3战后让4大国闻风丧胆。他更是木叶的英雄，牺牲自己封印九尾，换来老婆和儿子的一次团聚，留给儿子一个终身享用的外挂。水门虽然不是最强的火影，但一定是最完美、最有魅力的火影。水门的第一次高光时刻，面对雷影和云影的精灵小队时，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让手下别动，自己单挑雷影和奇拉比。他扔出这种穿梭于战场的能力，让雷影很吃惊，但他马上发现了问题所在，那就是水门似乎只能闪现到画着印记的苦无上。那么只要水门在瞬身的时候快速锁定他的落脚点，就不成问题。雷影再一次发动攻击，在拳头又一次要出，二人相互制衡着。原来水门在刚才接触奇拉比触手时就已经埋下了飞雷神的印记。水门的这次袭击虽然没有真正打败雷影和奇拉比，却让兄弟二人心里毛毛的。可以说被水门打上了。可怕的是，这玩意儿是永久存在的。雷影也明白，就算他知道了飞雷神的原理，打下去很有可能也是2败俱伤。如果水门打伤奇拉比，那么很有可能引发8尾暴怒。这次王者对局，水门成功劝退了雷影，但比起任务，水门更担心的是弟子们的安全。在面对岩隐村的进攻时，他让卡卡西为队长，领着带土和林去阻断敌人后方的补给，自己则去当诱饵，牵制住前线的敌人。在执行任务的路上，卡卡西很敏锐地发现了敌人。敌人偷偷使用影分身试探虚实，身经百战的水门很快察觉到了。水门的本意是自己去解决敌人，毕竟能用20多个影分身试探的敌人，实力和经验都不容小觑。可是卡卡西却发话让水门支援自己，别忘了我是队长。紧接着在手中凝聚了雷电，这是卡卡西第一次使用千鸟。看到这个数，带土和林都惊呆了，但是水门却一眼看出了千鸟的问题。卡卡西就这样直接冲了上去。水门不只要支援卡卡西，还要照顾带土和林。当卡卡西准备集中精神攻击敌人本体时，水门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敌人在千鸟击中自己前拔刀挥去。关键时刻，水门飞雷神到2人中间拦住了卡卡西，还好卡卡西只是受了轻伤。同时水门在刚才营救卡卡西时，也将飞雷神的印记打在了敌人身上。此刻水门已经瞬身到了敌人身后，伴随着一阵凄惨的叫声，水门已经瞬移回到了卡卡西身边。看到卡卡西的千鸟和带土的恐惧，水门明白了，他们还没有办法独当一面。他告诉卡卡西，战斗时随机应变很重要，单凭飞雷神，水门也没有办法做到让忍者们闻风丧胆。随机应变，掌握战斗节奏才是关键。水门只是看了一次千鸟，就找到了这个树的弱点。虽然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和速度，但因为速度太快，所以会导致自己没有办法看清别人的动作。同时告诉带土，一个人要强大，首先要让内心强大起来。并且水门再次重申了一遍，忍者最重要的是团队合作。也正是因为这番话，改变了带土和卡卡西的一生。另一边，木叶和岩隐交手，伤亡惨重，木叶防御部只剩下了4个人。这时水门前来支援，他让大家将带有印记的苦无扔向敌人，利用飞雷神2段成功团灭了敌人的精英部队，也让黄色闪光的大名响彻了整个忍界。但水门虽然赢在了速度上，却输给了时间，因为与此同时，卡卡西这边遭受到了岩隐村的攻击。带土为了保护林和卡卡西，被岩石砸中，最后将血轮眼留给了卡卡西。卡卡西也因此拥有了过人的洞察力，千鸟的弱点也被完美规避。当水门赶到时，带土已经被岩石掩埋，只留下累到昏厥的卡卡西。水门明白是自己来晚了。最终虽然神屋皮桥被摧毁，可是谁又能理解水门失去爱徒的痛苦呢？可以说第3次忍界大战，木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，和水门出色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。水门生命的终点也是一场宏伟的史诗级战斗，他要面对的是可以用瞳力控制9尾，自称为宇智波斑的男人，是能和初代火影牵手铸剑媲美的忍者之神。可是水门不知道，眼前的男人正是黑化的带土，并且水门这次的敌人不仅仅是带土，还有暴乱的9尾。虽然水门在速度上无人能敌，但眼下时间却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。他用飞雷神转移了9尾的尾兽域，而带土已经在他身后埋伏，瞬间发动了神威。这种时空间忍术的吸引力让水门震惊。虽然用飞雷神勉强逃离了控制，但他自己也承认了，这是一种高于飞雷神的空间忍术。带土紧随其后，2人几番交锋，水门的攻击都穿过了带土的身体。虽然自身可以靠飞雷神保持安全，但是时间不等人，九心奈、鸣人、9尾、木叶，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。水门必须速战速决。他没有急火攻心，而是冷静分析。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身体可以虚化，穿过任何攻击，但是在他发动攻击时，身体也必须实体化。
于是水门抛出诱饵，在又一次和带土接触时，水门扔出了苦无佯攻，然后故意露出破绽。在带土实体化准备吸收时，水门转移到了飞雷神苦无上，一发丸子从天而降，带土根本来不及虚化，吃了一个重重的螺旋丸。然而水门还有后手，刚才的攻击不仅打断了带土的手臂，还在他身上留下了飞雷神的印记。水门再次闪现到带土身边，然后解除了他控制九尾的瞳术。这两波操作让带土猝不及防，被标记了飞雷神，等于说封锁了带土的攻击。最终带土无奈撤退，而水门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为了封印九尾，更是为了让九心奈和儿子将来有机会见一面。本来不用死的水门发动了尸鬼封禁，将九尾一半的灵魂封印在自己身体中，剩下了一半给儿子充了一个保终身的外挂。之后他和九心奈做了短暂的告别，共赴黄泉。水门用情至深，这应该算是一种殉情了吧。水门虽然身死，但是灵魂未灭。他将九尾封印在鸣人体内时，同时也将自己的部分查克拉注入到了鸣人身体中，以一种无形的身份陪伴了鸣人10几年。在鸣人控制不了九尾时，水门的灵魂出现，一个漂亮的响指压制了九尾。见到长大后的儿子，水门很开心。作为父亲，他亏欠了鸣人太多。当鸣人得知眼前的男人是自己的父亲，一个拳头招呼，水门愣住了。虽然当初他把九尾的一半查克拉注入到了鸣人体内，是为了保护儿子，但也忽略了人柱力身份对鸣人成长的负面影响。这一拳虽然心痛，但也让水门感受到了迟来的父子之情。他帮助鸣人压制了九尾，让鸣人相信自己的意志，最终成功打败了天道，拯救了木叶，成为了大家认可的英雄。本以为水门的使命到此为止，在第4次人界大战中，水门再一次登场。这次水门也没有想到，复活自己的竟然是未来的儿媳妇。不是，是大蛇丸老师。水门明白自己又有了新的使命，他将以秽土转生的身份和历代火影们一起并肩作战。而水门不知道的是，他将要面对的是曾经的爱徒宇智波带土。带土变成10尾人柱力时，水门的照片还存在于他的脑海中。水门被迫再次和带土交手，徒弟犯的错就让我这个老师来终结吧。他扔出了画着印记的苦无，然后笔直地冲向带土。苦无被坚硬的求道玉折断，带土将怒火聚集到了左手，打断了水门手臂。水门靠着飞雷神逃脱，却没有发现带土的求道玉就在身边。面对即将爆炸的求道玉，水门决定牺牲自己，连同自己一起转移走。关键时刻二代赶来，他将求道玉转移回了带土身边，化解了危机。带土责怪水门，我入侵木叶的时候，身为老师的你竟然没有认出我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，带土还是很希望自己黑化时有人能够拉自己一把。林和卡卡西遇到危险时，你却总是来不及出现。带土明显就是用天真幼稚的思维来声讨水门，也怪水门从小把带土他们保护得太安全了，稍微有一点点错失就会被无限放大。卡卡西遇到危险时，水门在前线杀敌；林遇到危险时，水门刚刚成为火影，并不知情。其实理论上也怪不到水门头上，眼前的带土已经超越了凡人，升华成了10尾人柱力。水门也明白，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鸣人的身上。他和儿子碰起了拳拳，此刻父子同心，九尾阴阳之力发生共鸣，父子俩搓着一个超大的丸子攻向带土。这一击让带土有点吃不消，然而已经获得了6道之力的带土，单凭鸣人还没有办法与之抗衡。最后在鸣佐的合力进攻下，打碎了天爪矛，带土的意志发生动摇，尾兽被剥离了本体。眼下带土无比虚弱，在众人的声讨声中，水门却站在了带土面前。这一次水门说什么也要保护徒弟。对不起，林的死，你的堕落，我有责任。听到这句话，带土的心都碎了。他迷途知返，决定用轮回天生复活这场战斗阵亡的联军。只可惜带土的轮回天生被黑绝转移，复活了斑。面对斑这样的强敌，水门除了帮凯打一波辅助，再也没有任何办法以凡人的能力去涉足挂逼们的战斗。他将自己的希望连同阴之力一起给了鸣人，最后鸣佐打败了辉夜。鸣人含泪告别自己的父亲，生日快乐，这是水门最后的遗言。然后他的灵魂也慢慢升入空中，这个表情当年看哭了多少人。水门的一生用速度战胜了无数人，赢在了时间上，但时间也剥夺了他最珍贵的东西。我认为火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忍战时让水门和九心奈见一面，让鸣人一家3口享受短暂的团圆。